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。如果你近期有在关注美股运输板块或者是航空股的投资人，你一定会被一个数据给吓到，那就是市场预计2026年第四季的航空业排班运力增长竟然高达 4.2%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在刚刚过去的第二季和即将到来的第三季，整体的运力增长几乎是持平的。突然之间，第四季的供应量直接跳升，这让很多投资人开始焦虑。大家最担心的逻辑很简单，油价在跌，航空公司会不会因为燃料成本下降就开始疯狂增加班次，搞起价格战？如果大家都不节制，那么今年以来表现非常强劲的单位营收，也就是所谓的 RASM 增长，会不会就此熄火？市场都在压住航空业可能会出现运力过剩的危机，但高盛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判断。高盛认为，这 4.2% 的增长数据背后隐藏了巨大的下修空间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市场看到的恐慌可能只是一个还没被修正的数据时差。如果高盛的判断正确，那么航空股现在的定价逻辑可能被严重误读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高盛这份报告，看看在看似过热的排班数据下，专业机构到底看到了哪些我们没注意到的真相。高盛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鲜明，投资人对2026年第四季运力激增的担忧是多余的。虽然目前的数据显示行业系统运力将增长 4.2%， 但高盛指出，随着我们接近第四季，这个数据会持续下修。他们预计航空公司将继续保持运力纪律，目前的排班表并不能代表最终的飞行情况。高盛强调，虽然喷气燃料价格近期有所波动，且低于4月的峰值，这确实可能让航空公司恢复一些先前削减的利用率，但整体行业的克制力依然存在。简单来说，高盛认为市场过度解读了排班表的初步数据，而忽略了航空公司管理层在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与战略性收缩。为了支撑这个运力将会下修的论点，高盛从3大维度进行了详细的逻辑拆解。第一，航空公司官方指引与排班表存在明显差异。以达美航空为例，目前排杆显示第四季运力增长约 6.5%，但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中给出的预期仅为 2% 至 3%。 高盛认为，管理层指引比初步排班更具参考价值。若达美按照指引执行，整体行业运力增速可能从 4.2% 降至约 3.4%。 第二， FAA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限制措施将进一步压低供给。联合航空在纽华克与芝加哥欧海尔机场受到航班上限限制，但目前第四季排班仍高于规定。若按照 FAA 要求调整，联合航空运力将被迫下降。综合达美与联合航空因素后，高盛估计行业运力增长可能进一步降至约 3.1%。 第三，历史数据显示，航空公司初始排班通常偏乐观，随着季度接近，实际运力往往会下修。过去6个季度平均修正幅度约 1.5个百分点，部分季度甚至超过3个百分点。因此，高盛认为2026年第四季最终运力增长可能落在 1% 至 2.7% 之间，而非市场担心的 4.2%。 高盛进一步指出，航空公司的策略已从过去油价下降就增加航班，转向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。由于今年航空业单位营收保持强劲增长，管理层更不愿透过增加供给破坏票价环境。对投资人而言，高盛认为这代表航空股的投资逻辑可能需要重新评估。如果运力增长低于市场预期，而需求保持稳定，航空公司的定价能力将持续受到支撑。高盛目前看好达美航空与联合航空，并给予买入评级。不过，华瑞认为投资人仍需关注2项风险。第一，宏观经济疲弱可能影响高端旅游与商务需求。第二，飞机交付延迟或航空网络调整可能影响运营效率。总结来说，高盛报告揭示了一个重要讯号，航空业正在进入更成熟的经营模式。市场担心的供给爆发可能只是排班数据造成的假象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燃油成本、需求韧性以及航空公司能否维持运力纪律。华瑞认为，航空业未必会重回过去的价格战，而可能在供给受控的环境下延续较长的盈利周期。投资人需要防范的是需求下滑风险，而不是过度担心短期运力数据波动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